我希望在2楼一看看10个小时，大家吃饭，能不能改善一下我们的这个劳动环境？让我们也多可怜呐，多可怜呐！那导演组收到。老师，请就坐。走，过去吧，过去吧。哎呀，不好意思了，各位啊。每个人可以浅尝一下。这也太浅了。这道菜叫谢谢你的爱，哇，真会聊天啊！超厉害的。会取名字又会说。对，我跟曲瑜在那边挺的爱。我今天呢带来的一道菜叫“谢谢你的爱”，就是我研发的胡辣味型的蟹。我们川菜的胡辣也是24味当中比较出名的。我想让大家记住，川菜的胡辣也是非常好吃的。第1届的时候怎么那么笨？这第2届有经验了，就会讲话，会讲一点。哎，她是灶台老顽童的孙女啊？他说他要把他爷爷长江灭掉。他说长江后岸。让彦斌来判断一下。彦斌不是说这个只要不苦就好吃吗？因为它名字叫胡辣嘛，胡辣就怕那个熬油容易微微的苦嘛。是好吃。他外公做的好吃还是这个？他外公做的一般。很入味。我从前吃过他外公做的。他外公做的话会入口直接就辣，上头。我还没吃过，但是这个胡辣哦，那油更香。但它还带一点点麻，很刺激，好吃的。但还有香料的香味。这种东西就越吃越想吃，是吧？斌哥，最后我来试一下闽菜。揭盖了哈。闽菜，哦呦，哦呦卖相可以。这个摆盘只有我们闽菜的主厨才能摆那么好看。哦，你这说话一定要给他播出去啊！这句话一定要说。杨彦斌说，只有闽菜的师傅能摆盘这么好看。只有闽菜做闽菜的女主厨。你这句找补回来一些。然后这个宁德黄膏，它这个宁德黄膏跟我们北方的黄膏也很像。是。按我们北方吃的就比较粗犷，就蘸点白糖就吃了。从小吃那个的记忆就是特别噎，那这样做就好吃多了。它有一个东西用得特别好，香菇提味。哦，真的，干香菇。这个就是我们福建菜一个特点嘛，就会有很多提味的方式跟一些别的菜系不一样。真的吃完这个香菇，嘴里面特别香，加上那个汁，那个红树林印象很深呢，因为很少这个组合，因为有时候虾啊、螃蟹啊，它们那个味道是会很重那个味道，但是它做这个出来是吃下去是很舒服的感觉。那个丝瓜那个脆脆的，跟那个黄膏它是软软的，那它也加一些番茄进去，也是酸酸甜甜的。哎，这一看就很好吃的啊，麻薯面疙瘩，它这疙瘩太精致了，太精致了。但这个 sauce 还是很好。那加什么酒？太精致了。是有加酒吗？黄酒，黄酒哈。黄酒，花雕。我是用了一个花雕做了一个中国黄酒酱汁，其实它里面还有混5年和10年，因为5年是提供酸味，10年是提供香味。我用这个酱汁去煮丸子和配料，好吃。好吃。跟花雕也差不多那个味道。这疙瘩很 Q 啊，它不是那种那你吃到麻薯了啊，那个疙瘩会更实在一点啊。它有2种不一样的吗？对，这吃一辈子面疙瘩也没吃过这样的，非常精致。他们这个法餐就讲究这个 sauce， 但这个参加比赛确实是很见功力，确实好吃。这是乌篷船，
哎呦呵，这造型，这是那个叫赵勇的师傅是吧？对，他是前一阵去江南水乡看到乌篷船，有感而发创作了这个作品。这个菜我真是，我有日子没见过这么追求造型的菜了。它过关是有原因的，它的味道我击败了它的造型。这就好，这就好，好吃，真的好吃。我的天哪，这个菜，嚯！目前来说最有那种视觉效果的菜。这把东海龙宫搬上来了。对，可以了。可以。这个文案可以加个鸡腿。这个东海龙宫，整个东海龙宫。这个要怎么吃呢？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吃，但是我就是想给他分，就是那种感觉。这样子，先吃这个，再吃那个，再吃这个，是吧？对，因为我去过大餐厅，吃过这道菜，你们可以吃。这我必须尝一尝，好奇啊！它很鲜。这个人是最有审美的，目前看到这么多菜最有审美。我觉得年少有为的这道菜是整个目前节目里面最完美的一道菜。从它的一个整个呈现跟审美，以及他想要表达的，就是属于一道比较完美的、完整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具备很高的审美。哦，这那个文文那个吧？哎呀，好精致！他这一圈花太紫苏花太厉害了，我的天哪！它这酱汁有点像打了面包一样。哎呀，好吃，好吃。哎呀，不好意思的说，好吃，真好吃。真好吃。我特别喜欢吃这种汤羹类的东西，然后酸酸辣辣的。这个有没有用番茄在里面？还是就是那个发酵的辣椒？只有辣椒。只有辣椒。它这个糊有点像米粉炸成焦糊，那就是那个炸辣椒。一般都以为是油炸的炸，但其实它读炸，第三声，它有发酵的酸，有碳水，有辣，大酸大辣，很丰富，很香菜，就是很有口味，侵略性。哦，这个就叫湿避风塘。避风塘是香港经常有的味道，但是你在这个意大利面里面表达出了你个人风格的一个味道，像龙虾面。那也知道那个蟹肉的对，有闻到那个蟹的跟虾壳那个鲜味。我觉得它这个避风塘应该不是避风塘味道，而是一个地方的风味。就是区隔感不是这么强，甚至我有一刻我觉得它有点像虾子面。对，它鲜度很高，鲜度像那个姜葱炒蟹那个汁的味道，确实很像虾子面。香港避风塘很多蒜头那个味道，它就做了一个酱汁，它不是很多蟹肉在里面，但是那个螃蟹的味道就是很亲切的香港一道菜的味道跟效果。Eric 的鸽子。这是蔓越莓吗？哦，黑色那个是不是胡椒洋葱是吧？好像羊肚菌里面有那个培根的，有培根，有烟熏的，烟熏的味道很明显。羊肚菌在大自然环境都是在山火以后就生出来的、长出来的，那所以都有一个烟的味道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它就是把它烟熏一点，就把它还原它应该有的味道。哦，这是一道小吃的感觉。这是一道典型的法国菜，吃下去好吃。它是一个很成熟的厨师才能做出这样的菜。这个绿色的是什么？炸过的咖喱叶。它那个酱汁做得很好。而且我刚刚听到他蒸稠这个酱汁，它是放腰果。东南亚都是用坚果去调稠度。对，沙沙的，香香的。这个很好吃。
又有油脂。咖喱鱼卷儿，哦，这我要拍一下。什么东西都要做个底纹。谢谢它，可能好吃。好吃，真的好吃。这个菜有点配酒，就这个小炒有点像小炒黄，然后配了一个咖喱鱼卷。蓝龙，这是个蒜汁吗？儿汁，南特汁，就我比较好奇的是，刚刚他说介绍新鲜的茉莉花不是装饰，它是提供一些不一样的风味跟层次。那这个菜是用醋豆的一个想法，然后去做了一个花椒，它的味道就是很熟悉的味道，然后只是改变了花椒，比例不一样。哦，你知道我吃出什么腊八蒜的味道？有点像，因为我们在做，比如说醋的话，一定要加入少许的一些蒜，蒜在糖醋味里面可以提味。这就是福建菜的特点。然后比如说我们炸一些东西哈，炸一些小吃，炸完过后会撒一把蒜泥下去抖一下，我就觉得那风味鲜蒜泥。对，我觉得那风味很特别，很好吃。糖酥香茅肉，香的不得了，无敌，无敌呀！那第一版本是做黑叉烧嘛？这是2代。你吃到最后觉得有点像一个什么面包啊，像一个什么那种肉松面包那种东西的那个味道，有一种像那种零食那个味出来的，好吃。它味道也很简单，就是一个香茅味。很清香。很清香。瘦的也好吃，就是给肉做了个按摩，撒了一点糖。可以不用叫叉烧了。对，它跟叉烧其实它不是叉烧的，那不是叉烧的。这可以叫什么香茅草烧肉什么东西？脆皮烧肉的。糖酥香茅肉。它这酥度是用糖去起酥的。而且拌的时候感觉表面有颗粒感。对，我以为是那个香茅打碎了附着在表面，但好像不是。腌的时候颜色就很黄，或者是黄紫紫粉。反正这条可以1人1条打包走。我觉得可以啊。这个太好吃了，吃米后。它是虾做的鸡闹。尼克是这样的呀。鱼香味儿。这个酱汁是？这是酸辣汤。哦，鲜味还蛮重的。第一次吃虾脑做的。对，鲜味很重。虾脑做的。虾脑做的酸汤。它这胡椒味比较重。胡椒味很重。刚刚人家邓师傅说了，酸辣汤就不能放辣椒，只能放胡椒。是真正的酸辣汤。他也说了这个冷鱼香虾球，他说实际上这个鱼香味儿，他的解释是，就是最初做豆瓣鱼，那没有豆瓣鱼的时候可以做茄子，可以做其他的，这个鱼香这个味道就留下来了。油条、豆浆。这个确实很好吃。这是黄豆的壳吧？对，对，黄豆。它豆浆嘛，它意思。这个很早餐，这个有点惊喜。这是真的是早餐的味道。是。有一碗白粥，你跟他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话。就广东人吃早餐就是白粥加橄榄菜。他说的故事就是他奶奶跟他外婆妈妈在他上学的时候很喜欢给他做早餐。经常就是他们上班了，他可能就给他做一个打包袋放在桌子上面，让自己可以拿着去上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是个回不去的早餐啊，回不去的早餐啊，麻辣花椒。
它这道菜配了一个绿的汁跟一个红的汁，我也很想知道那个绿色的汁是用什么做成，它有股蒜苗的味道，到时候也可以请教一下。好四川。不打，太辣了。大吉大利吃鸡啊！彦斌，这只有湘菜师傅才能出这样的摆盘，是吗？我觉得挺好的。哦，它甚至加了青花椒，这个确实是过去湖南菜里从来没有过的。下面这个酱我感觉有点像贵州的红酸汤。这几年，所有的味型里面酸是最流行的，像海南的糟粕醋啊，云南的贵州的红酸汤啊，但这鸡确实挺好吃。这个鸡做得好，比我吃过的东安鸡要爽口。黄鳝，它颜色够丰富的。是啊。这是个蒸蛋吗？用砂锅焗的一个蛋，感觉是有点像那个河虫蒸蛋。哎，河虫蒸蛋。对，河虫蒸蛋。把河虫换成了鳝鱼。这道菜的那个胡椒味让我想起客家的味道。我觉得它应该是现炒现磨的。对，有辛辣，就有那个黄贡椒的辣，又有那个白胡椒的辛辣，那香气很足。炖壳鱼，龙哥的，一闻就是我喜欢的味道。吃鱼头，鱼头一尾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的啊。好。它后面还会有一点点的辣，但这个就是特别不一样的风味。但我觉得它那个小番茄放的特别好，会爆汁。就是那个鱼头，刚刚听说它是用那个蟹粉、蟹膏做的这个馓子，金丝小鳝。好吃。很鲜。哇，北派海肠捞饭，我们要连续吃好几个饭吗？他的海肠捞饭，有他独特的追求，他的韭菜那个断生的程度，含硫化合物还特别充分，特别响亮的唤醒你的味蕾。它的口感特别好，好脆，韭菜放得好。哇，我们吃好多米饭。哦，平恩先生，海鲜汤饭。就是虾汤，虾汤粥，虾汤粥，龙虾泡饭，这个感觉是很西式的虾汤，龙虾汤泡饭，它好像加黄油，有那种酒喷过的味道，你觉得有没有加黄油？好熟悉的味道。这是一碗很西式的，挺好的，不错。碳水，今天是碳水爆炸，我的天哪！但是这个忍不住不吃啊。卤肉饭，终于有一个卤肉饭晋级了。就说吧，好料沉底的，后面都是你最爱吃的。真的是期待了，从上一季就开始期待。它这卤肉饭大料味比较重，大料味。反而其实木姜子的味很淡的。这个有香味。哦，有点像绿豆蔻的香味，印度的那个绿豆蔻就是这个味道，是有点像。哇，这好精彩啊！哦，这个看着哈，这个在天上看没那么刺激啊，就下来看这么好，感觉这是卖相无敌了。来吃一口。这个好吃。它这道菜就比较特别，它的这个帝王蟹肉去炒饭，里面加入一些陈皮，香气很好，整个口感很好。这个好吃，真的好吃。陈皮味很重，陈皮香，而且那个特殊的香气也非常美好。有一种橘子精油的香味儿，它特别好吃，这真好吃。这个厨师在香港来说是中菜来说是很有个人想法。这确实好吃，他做的这么夸张的这个卖相也不会让你觉得有落差，很好吃的。哇，里面其实就很家常。第一，五花肉提香嘛；第二，海蛎提鲜；
胡萝卜丝、包菜丝，然后一定要炖烂，炖煮的话更香一点。吸收里面的这些味道。对了，没错，因为甜味嘛，可以混合在一起嘛。酱的话都可以抹一点，这番茄酱应该是啊，这个是黄芥末，然后这个是甜辣酱吧。我觉得我每个人来一点，都可以抹一点，它风味比较特别嘛。太下面了，大饼卷一切的快乐。这玩意儿没个不好吃。牛骨髓、牛脊髓的这个豆芽豆面，糍花豆面，哇，这好接地气。这感觉好吃。糍花粉条豆芽，它上面放的是槐花，新鲜的槐花。怎么样？口感特别好。是挺奇妙的。北方菜，有我妈妈的那种味道。山东的炖的粉条啊，这个就太像了。我老家也是这样。太像了。这是传统的北方菜，整个北方都有这道菜。山河四省都做这个，东北属于东北菜啊，都做。我们内蒙也吃这玩意儿。这个挺下饭的，那个汁捞饭。虽然说它是一道很家常，但是大家吃得很开心，很有记忆感。而且我觉得就是让我想起我妈妈会做的那道菜，也是炖粉条，然后里面但是不会特别腻，因为它放了牛骨髓，但是它把牛骨髓的油烤出来了，留下了它的口感，又增加了一些香味在里面。也是在加了那个豆芽，就不会那么油腻的吃下去的感觉。就是你见到就想吃，你吃到第一口就想，第二口就是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就是他对豆芽的这个处理，真的，豆芽不是那么特别好，容易驯服的。整个的豆芽，这个豆芽尖的豆腥味儿全部都已经去除了，但是整个的豆芽的这个状态还是饱满的，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它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西北菜里会吃到的，但没见过这样组合。是，而且它的最大的进步是，它让过去的非常具象的那个菜，变成了有厨师存在感的菜。我觉得这个是。这本来都是一些家常菜，但我觉得他做的很不家常，挺厉害。我们吃还会拿这玩意儿拌米饭，你说过分不过分？会，我会。这本身就其实是个主食，但我们还会拿它拌米饭。我的妈呀，它切这么厚，厚墩墩的。现在都是厚切建设性。好脆啊！好吃的。果然厚切的真的很好。这个晋级是对的，还带点辣味。即使我们吃的时候锅气已经没那么好了，剑少卿对牙齿仍然有抗拒的能力，脆韧度都还在，这是功底。还放了一些那个花椒叶。花椒叶。花椒芽。对，花椒芽。这个来碗米饭，太棒了，这菜无敌了。这是火腿包谷饭。松露味儿很浓的。你闻它有种特殊的草香味，没吃出来是什么？是下锅糖结，是西藏的一种香料，要长在海拔4000米的一种香料。好吃。详见我的美食向导第2季拉萨那一集。好嘞。哇，这也太小了。这什么？康普茶。甘草加了一个苦茶，有点像那个罗汉果那个味道。应该是罗汉果或者甘草。这种药材甜，它是甜到你心里面去。哇，好回甘啊！另外一个世界的食材又味道。有时候去云南也不是那么容易吃到这样的味道，好吃。哼，后继有人了。三眼里的飞龙，一鱼三吃，他是立面派，然后在洲际酒店做过，然后现在在屠肉婆。豆腐和黄鱼，这个味道还可以。这个胡椒压住了。刚好像说这道菜是他招待哪一国的总理
出过的，然后那个总理念念不忘，新加坡总理念念不忘，第2天还问他要这道菜。其实我跟他学过几道粤菜，然后他的粤菜功底是特别厉害的，然后他也很会表达粤菜中的鲜味，然后还有它的本真的味道。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大厨的。哦，这是那个实心海参，好像长了头发一样。试试。太特别了，我没吃过这样做的。这道菜在北京有流行过一段时间吗？是吗？太特别了。我觉得那个少了一点层次感，它那个汁就是它有这个酸度，但是那个汁的味道简单了一点。其实它整个感觉就像一幅水墨画，就造型特别好，很有中国那种意境感。但是唯一缺乏就是它的造型好看，所以说吃的时候如果说脆皮多吃一点的话，整个味型就会降下来。就是确实那造型很抢眼，而且这个技术也有一定的难度。不是皮很酥脆啊，这个很讲究技术。这出品太狠了，又是出品加5分啊！感觉这个皮蛋黄放在这里像蟹膏一样。真漂亮！你这个小兄弟真的不错。绝对的。基本上三烟沿海的地方大概都有，那它的做法就比较特别一点。它那个皮蛋黄做出来的口感就像那些虾膏一样。这个厉害了啊！太猛了这个。哦，太漂亮了，好看的。这么多啊，这是什么？这什么东西啊？这是成都现在撒花椒都是这么撒。但其实蓝色是特别让人会丧失食欲的颜色，但这个还弄得挺好的。而且不是每一种蓝色都好看，它就是这个蓝色就不是很假的那种蓝色。结果是什么味道？但这个饺子它不像意大利饺子。其实今天我们有2道菜都是想做那个意境，就是今天那个小船，就是早上那个跟这个就是完胜，就很漂亮，完胜，它特别有共性，而且它蓝色汁不可以说。我还没有决定我喜不喜欢，但是那个的味道很特别。那个饺子那个菜呈现只有他能做，别人做不到的。是的，因为它具备审美感，超级高的审美感。好漂亮！这不仅是给嘴巴的，也是给眼睛的，真的真漂亮。它是熟的，但是还是半透明。这太厉害了。所以其实里面那些墨汁什么是灌进去的，对吧？对，刚刚看它是灌进去的，确实是灌进去的。它不是那个，它是用那个裱花袋灌进去的。它特别符合现代烹饪的很多的审美的标准，无论是从味型，包括它的橙子酱和青酱的这个配比，无论是颜色还是味道，都非常非常出色。怪不得看到这个颜色就是。就透透的啊。对，它几乎透到黑，黑里透白。这已经是很棒的厨师了。真不愧是我们福建的。那黄色的酱很好吃，金桔。对，金桔很响亮，很优雅啊，优雅，看起来又很简单，可以说它这一道菜是整个节目现在头3名的，我们觉得是头3名的菜。
它看起来就是很简单，但是它的无论是摆盘啊、味道啊，就是它的思考的指数，是很高，出来就是那个有一个很自然的美感，那你再吃下去，它也是很好吃，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很高班的菜其实是很困难的。其实我们这次吃的好几个菜里边，都是有这种用那个特别朴实的东西去表达高级感，或者是这个去烹饪比较昂贵的食材，这是真的。这个菜是很厉害的。